大家好，我係 Mike。今日我會話俾大家知點樣去分析一個劇本嘅起承轉合，大家切勿錯過啦。今日同大家分析嘅劇本係 Netflix 2020年推出嘅電影《愛與怪物》。喺同大家分析之前呢，就首先講下呢個劇本嘅簡介先。喺故事嘅開始，有一粒隕石正要撞向地球。雖然人類最後喺隕石墜落之前成功用核彈炸毀咗呢粒隕石，但係喺隕石上面嘅化學物質呢，就散落咗喺地球嘅表面上，令到所有嘅冷血動物呢產生變異，變成巨型嘅捕食怪物。喺短短一年入面啊，9成半嘅人口都被呢啲怪物消滅，而剩低嘅人類呢，就匿入各種嘅避難所入面。而阿 Jo 呢，就住喺呢啲咁嘅碉堡7年，而一直都係勇員有膽小嘅阿 Jo 呢，終於用無線電成功揾到失散多年嘅女主角。之後佢竟然鼓起勇氣離開避難所，獨自越過有無數怪物嘅地面去揾佢。經過一連串驚心動魄嘅冒險同埋成長，加埋同伴嘅幫助，終於成功揾到女主角，並將佢從危機中救出。最後佢仲透過無線電呢，鼓勵其他人類翻返地面，重新建立家園。好啦，劇本簡介講完啦，而家一齊嚟同大家分析一下呢個劇本嘅起承轉合。首先係起，咁係唔係一開始阿 Jo 喺地底碉堡生活嘅片段同埋怪物嘅入侵就係呢個故事嘅起呢？我可以話俾大家聽，唔係。喺要分析故事嘅起之前呢，就要首先知道故事嘅主線係啲乜，因為起就係主線嘅開始。咁咩係主線開始呢？就係主角突然之間有一個理由去作出一個同日常生活唔同嘅行動 action。因此咧，喺呢度嘅起應該係主角阿 Jo 用無線電揾到女主角之後呢，決定離開碉堡去揾佢嘅一刻開始嘅。跟住係承啦。乜嘢係承呢？承就係喺起之後嘅所有相關行動，基本上都係承嘅一部分。咁係唔係飲杯水都計呢？咁又唔係喎。承呢應該係由起衍生出嚟，一連串主角不能避免要經歷嘅事件。由佢決定離開碉堡之後，佢沿途被怪物襲擊，又遇到一隻失去咗主人嘅狗嚟到救佢。之後呢，又有一老一少嘅媽寶將佢喺沙蟲嘅陷阱入面救咗出嚟，又教咗佢好多一啲求生技巧同埋射擊嘅技術。後嚟主角就同呢對媽寶分道揚鑣之後呢，靠住自己解決一隻又一隻嘅怪物。呢啲一連串嘅事件呢，都係由佢喺離開碉堡嘅一刻就開始無可避免要經歷嘅事情嚟。咁去到劇本嘅轉啦，轉就係劇本嘅高潮位。咁到底係唔係戲劇張力最強，或者打鬥爆破最勁嘅位就係高潮呢？我唔會答你唔係，但係唔一定係啦。正確嚟講，應該係解決主線任務嘅，就係劇本高潮嘅位置啦。如果根據啱啱所講嘅起，係阿 Jo 離開碉堡去揾女主角，咁解決主線任務嘅應該就係揾到女主角嘅部分，而就即係阿 Jo 到達咗女主角身處嘅避難所，就係高潮啦，係咪？嗱，跟住落嚟呢，我就會講下高潮嘅另一個特點啦，就係高潮過後呢，就係成個劇本嘅落幕。換句話講，應該唔會再有任何 action 去推進，因為任務或者目標已經完成咗啦嘛。我哋已經冇任何明確嘅目標同埋空間去推進劇情，所以跟住落嚟嘅情節呢，應該淨係指向結局嘅啫。撇除劇本寫得好唔好啦，喺呢度嘅高潮位呢，睇嚟就唔係阿 Jo 揾到女主角啦，因為劇情之後呢，喺女主角嘅避難所裡面依然係有所推進嘅。而呢個安排呢，我個人認為唔係因為劇本寫得差，而係因為原來喺呢個劇本嘅起呢，即係主角離開碉堡踏上旅途嘅原因呢，並唔係因為主角用無線電揾到女主角嘅一刻開始，而係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喺阿 Jo 用無線電揾到女主角之後，佢講咗一句獨白，就係我已經受夠咗躲躲藏藏，我受夠咗淨係齋等。係時候自己要採取行動啦。喺呢句獨白先係真正佢出走嘅原因。所以原來啊，用無線電揾到女主角呢，只不過係一個契機令佢出走啫。換句話嚟講呢，即係故事嘅主線其實係主角阿 Jo 去克服自己膽小冇用、習慣縮喺後面嘅心理障礙。因此呢，呢個劇本真正嘅高潮位呢，
應該係阿 Jo 喺女主角嘅避難所入面同一隻巨型嘅蚌蟹搏鬥嘅。呢個過程入面，佢利用咗自己喺旅途學過嘅所有嘢嚟到克服呢個最後嘅大難關。而到最後，阿 Jo 有所成長，唔再係當日遇到怪物就驚到唔識反抗嘅自己啦。而最後合呢，就係最後阿 Jo 贏取翻已經變咗心嘅女主角重回懷抱，仲要用無線電聯絡其他人呢，就鼓勵佢哋一齊離開自己所處嘅避難所，重新翻上地面去建立新家園。咁分析完呢個故事嘅起承轉合啦，咁講下我對《愛與怪物》呢套電影嘅觀後感。我認為呢套電影嘅優點呢，就係好容易入口嘅冒險類型片，佢嘅劇情流暢感十足，而所帶出嚟嘅信息係相當之正面嘅。但係淺白得嚟呢，又唔會令你覺得好膚淺。成條主線都好貫徹主題，就係叫我哋人類唔好逃避困難，唔好淨係識得匿入避難所入面。而喺故事入面嘅怪物呢，正正就係寓意緊我哋喺日常生活遇到嘅難關同埋挫折。而另外一個優點呢，同時亦都係佢嘅缺點，就係佢嘅劇情呢太過穩陣啦。如果你見到佢嘅片名有怪物兩個字呢，就千祈唔好覺得佢係一套好刺激嘅怪獸片啦。又或者你如果係中意睇一啲好艱澀難明嘅電影呢，咁《愛與怪物》呢就未必啱你睇啦。今日就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